车，当真是不自量力。这些九国盟的人也就罢了，你们这些散修，为何要趟这趟浑水？难不成这里面有你相好的？也罢，多半是活不成了。以后就给本上师做个世界吧，也好体验一下我木兰黄纱部的双修之法。木兰狗贼，你们就这点能耐吗？狗贼！你如此刻意的激怒我，是想掩护下面那个没死透的？放心，你们一个都跑不了。本上师知道你在哪儿，出来！师弟，看来还是个有种的。报上名来吧。黄风国、雷万鹤，师弟快走！他们都是散修，与此剑战士无关。我可以随你处置，放了他们。那可由不得你。师姐，小弟先走一步了。勇气可嘉，那就陪你玩玩。师伯师姐，是我，韩立。韩立，小八，你还活着？真的是你？不要担心，我这就带你们走。此人厉害，多加小心。师伯放心，这是我木兰人与九国盟的恩怨，阁下当真要插手？本座途经此地，无意参与此事，但这些旧石却是一定要带走的，还请勿要阻拦。不过看阁下如此嗜杀成性，多半是不会应允的。那便手底下见真章吧。已经很久没有人敢跟本上师这样说话了。来吧，天南人！起！聚土成兽，这便是木兰的居灵之术。居灵术嘛，有点意思。你这
兵宴倒是了得，莫非是魔焰门的哪位长老在此？我本是一介散修，阁下就不必问了。噬金虫，原来是屠屋的狗贼，他们怎么也来天南了？得赶紧回去告知各部。速速撤退！他们怎么就逃了？有些蹊跷，算了，救人要紧。多谢前辈救命之恩，在下黄风谷雷万鹤，敢问前辈尊姓大名？看来雷师叔是真的不记得了。多谢前辈救命之恩，在下韩立，敢问前辈尊姓大名？我是雷万鹤，叫我雷师叔就可以了。当年在黄风谷，师叔还曾救过韩某，韩某可一直未曾忘怀啊。姓韩？难道你是？是啊，他不就是师父当年最小的弟子韩立吗？我可是一眼就认出来了。韩师弟，魏娘，不得无礼，韩道友已然今非昔比了。洪福师伯，钟师姐，好久不见。韩立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能平安无事，真是太好了。这是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看。万鹤，谢过韩前辈救命大恩。雷师叔，无需多礼。韩前辈已尽解元婴，师叔这称呼，雷某可万万承担不起呀。既然如此，那你我便互称一声道友吧。不敢当。此地终归不是说话的地方，还请诸位随韩某速速离开。木兰，这御风车是我从一位木兰上师手中得到的，还请诸位上车一叙。再见到韩道友，当真是恍如隔世。是啊，我到现在还不敢相信。无妨，师姐怎么顺口怎么称呼便是。不过还能见到你，真是太好了。韩道友，你是怎么发现我们的？啊，我此前正从边境返回甜甜城，无意中感知到你们的气息，还有那木兰上师，便赶过来了。话说师伯与师姐为何会现身在这丰原国险地？说来话长，当年魔道入侵，以7派势力溃败而终。灵寿山天阙堡投敌，其余5派也是各有伤亡。南迁至9国盟，托臂存身。我虽早已脱离黄风谷，但也曾以散修之身击杀了不少魔道，误了些人。于是到了战事后期，就不得不远走他国了。后来幸得一位偃月宗老友的照拂，才能在这丰原国寻得一处落脚之地。如今木兰人侵袭，丰原国沦陷太半，雷道友又为何会出现在此处？韩道友，黄风谷自搬离祖地以来，愈发青黄不接。此次冒昧前来，就是为了邀请师姐他们重回黄风谷。没想到遇到木兰人，若不是韩道友出手相救，怕是真的难逃一死了呀。
如今的黄风国正处于危机存亡的紧要关头，师姐可否考虑重回黄风国啊？门内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的呀。雷师叔，这么多年你是知道的，洪福师伯一旦决定的事情，你就是再劝，也劝不动的。雷师弟，此次回去代我向师傅他老人家问安，我洪福自认不亏欠黄风谷什么，往后便各自安好吧。那韩道友，韩道友可愿回归黄风谷吗？以道友的修为和潜质，说不定灵狐老祖会将整个门派托付道友。到那时候，道友您就是黄风谷之主。回归黄风谷。如今韩某已是天道盟落云宗太上长老，自然是没有这个意愿了。那前辈要不要回去看看？当年在黄风谷，与我相交最深的师长有3位，引我入门的吴师叔，白药园的马师伯，还有师父李化元。如今他们早已不在了，连黄风谷的山门都换了。就算回去，又有什么可看的呢？200余年，以伪灵根修炼至元婴期，心智之坚，机缘之深。如今的天南，怕是无出其右喽。可惜呀，若不是当年老祖，当真是谬矣。谬矣！雷师叔也有他自己的难处，眼下黄风谷的内外事务多半都是他在支撑，连修行都荒废了下来。若是一直这样下去，所谓长生，也不过是长久的困顿形骸罢了。师伯师姐，这附近便是2位所说的驻地了吧？多谢相送，若不嫌弃，来喝杯茶再走吧。正好再见个故人。故人。疯了！不好，是木兰人来了，准备战斗！木兰人来袭！这是何人？是盟主，是盟主，盟主回来了！拜见盟主！盟主，正道与魔道积怨已久，相持之间遭了池鱼之殃的宗门不在少数。来了九国盟，又常年受到木兰人的侵扰，纷争倾轧之下，最受荼毒的还是这些低阶修士跟凡人。所以，师伯你们便在此组织人手，收拢流民，
给这些卷入战乱、饱受纷争之苦的人们提供一份庇护。盟主，我找副盟主。哎，拿给我看一下，就是这个。这也是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了。当年华元拜托我帮他照拂弟子，我便想着能救一个是一个。不妨就多帮些人吧，就当求个念头通达吧。念头通达。所幸有同样想法的修士也不止我一个，一来二去，便有了现在这样的章程建制。不知不觉间，便收拢了这么多的人。你看，当年那个小姑娘，如今也已独当一面。这边请。就是这儿了。你怎么不躲呀你？哎呀，算了算了，没意思没意思。哎，以前就打不过你，现在更打不过喽。没想到有生之年竟然还能相见。适才收到洪福师伯传信的时候，哎呦，惊得我呀，茶水都打翻了，真没用。多年不见，还是这般跳脱性子。宋师兄，我这辈子就这样，改不了了。倒是你呀，哎呦，瞧不出一点儿岁月的痕迹呀！啊！哎，咱这也算是打过元婴老祖的人了。韩立，喝茶。没想到你们此番外出如此凶险，若不是万幸碰上了韩师弟，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！哎，我的修为能再高些就好了，就能帮上忙了。别这么说，当年若不是因为救我落下病根儿，以你的资质，不会一直无法接单的。你们后面有何打算？若是有意，可考虑北上西国。我如今在落云宗担任太上长老，或许可以帮你们寻得一处安身之所。多谢韩师弟美意，天道盟确实是个绝佳的去处。只不过，眼下我们还有些使命在身，得要过些时日才能动身。使命？这丰原国仙凡混居，资源本就相对匮乏一些。譬如此前那城寨，便是先遭邪修洗劫，后又遇上木兰人，结局便是十不存一了。
遇到此情形，我们会庇护救助，施以援手，这便是我们为自己定下的使命了。师伯高义，韩立佩服。但若是再遇到元婴级别的木兰法师，又当如何？其实我们之中也有元婴修士坐镇，就是适才跟你提过的偃月宗的旧师。偃月宗？是。我与你师父在七派当中有2位共同的好友，一位是清虚门的浮云子，可惜为了救魏娘和宋蒙，不幸死于魔道之手；另一位便是适才跟你说过的偃月宗的南宫道友了。他可是天南之中少有的不到300岁便结成元婴的修士，为人最是嫉恶如仇。此前听说你们被魔道追踪，下落不明时，他还曾亲赴魔道腹地寻找，不过看来是没有遇到你了。南宫婉，是他。就没有什么南宫平，是吧？韩立。不瞒诸位，其实这位南宫婉确实与我相识。韩立当年受过他不少恩惠，奈何实力低微，无以为报。如今又提到他名讳，难免心中有愧。原来如此，不过他向来就是喜欢助人不求回报的性子，如今结姻成功了，更是不惜大耗心血资助我们，才能让我们在这偏远的风源国立起这庇护之所。说的是。那这位南宫道友，如今身在何处啊？我应当去拜会一番，以全当日相助之恩。那韩师弟，你可得快点了，3个月后他就要与化翼门的魏离尘长老举行双修大典了。若是去晚了，恐怕就只能讨杯喜酒喝喽。双修大典，化翼门向来指九国盟牛耳，其宗主便是天南3大修士之一的魏无涯。这魏离尘乃是魏无涯视如己出的子侄，已堪堪300年结成元婴，可算是天南年轻一辈中少有的奇才。此2人门第修为资质相当，此番结成道侣，已然成为九国盟修仙界的一段佳话。届时各方势力齐聚，定会办得十分隆重。若我们的事有第3个人知道，你知道后果的。听清楚了没有？我不会和别人说的，我会守口如瓶的。日后你若遇到危险，韩立一定前来帮你。你以你炼气期的修为，能保护我吗？还是先照顾好自己吧。不过，这位南宫前辈也是有意思，以前还经常来帮我们镇场子。不想传出婚讯之后，得有小半年都没有来过了，连传信都没有。师伯与他交好多年，连喜帖都未曾收到。南宫婉，你怎会接受这种明显的联姻？还是说，韩师弟啊，想那么多做甚？若有疑问，见面问清便是了。如今你可是堂堂的元婴修士，这偌大的天南，何处去不得呀？说的是。看来是时候去见上一面了。那便去吧。北凉国玲珑山。
宋师兄，昨日我已为你诊查一番，你之所以一直未能结丹，皆因今年暗伤所致。此物乃云梦山太上长老程天坤的独门灵丹，由明清灵液所制，你且服下，精心调养，数月之后便可再行重启结丹了。啊！恩同再造，我该怎么报答你啊？嗨，你我之间不说这些。况且，你不是还有想要守护之人吗？嗯。花园，你看到了吗？你的徒弟们现在都很好，咱们呀，也可以安心了。纵使是宗门联姻，作为多年老友的洪福，也不至于连喜帖都没有。这其中必有蹊跷。唉，南宫婉啊，南宫婉，想不到你贵为元婴修士和一派太上长老，也要受此摆布。看来促成此事的幕后之人，颇有一番手段呢。会是那位魏无涯吗？还真是挺会吃的。哎，主人，我已探听清楚了，此人呢，便是负责山下采买糕点的外门管事。若是要混入山门，以此人的身份遮掩，最为稳妥。不过话说，这偃月宗欺人太甚，主人，我们去砸场子救人吧。哎，毕竟是别人的地盘，看情形再说吧。不过若是此事真有隐情，那便到了履行我当日承诺的时候了。这要是能像画本里那样，大婚之日，主人当着偃月宗华夷门还有9国盟的一众元婴修士，神兵天将霸气登场，堂堂宣称这是我的道侣，然后放出什么虫子呀、猴子呀、神雷呀、对呀，再带上南宫仙子大开风雷时，在众人的惊呼声中，噗一下遁走千里，徒留那魏离尘在原地捶胸顿足的，那主人可就名震天南了。名震天南呢？自绝于天南还差不多。你当那魏无涯的面子是纸糊的？随便谁都可以踩一踩。以后可少看见画本吧，会变笨的。就知道主人不会这样做的，那人家想象一下还不行吗？不过，若是能趁着那魏离尘离开宗门时，神不知鬼不觉的让他消失掉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！我就随口一说，他竟然真的认真考虑了。完了完了，不行不行，我就是开玩笑的。主人，你冷静一下，咱可真不能这么做啊！不过让一向谨慎的主人如此乱了方寸，这南宫仙子不知是何等人物啊？谁方寸乱了？休要胡说。眼下还是先登上这玲珑山再说吧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觉得玲珑山这名字还怪好听的。
玉儿，你是要去南宫师祖那儿吗？是，宗主。他近来如何？南宫师祖近来就是钓钓鱼、煮煮吃食、写写画画的，除此之外一切安好。那就好。他这性子最是闲不住，这些时日倒是苦了他了。那他可有说些什么？回宗主，师祖并未说什么。他还吃这些点心吗？是，宗主。每2日，膳房会从山下城镇置办些师祖爱吃的糕点，着外门管事送来，师祖会全部吃掉。好。若这几日他与你说些什么，算了，你去吧，好好照顾你师祖。是。无事便好，此番算是师姐欠你的。启禀宗主，特使大人已入北凉国。知道了，我自去迎接。是。贵客，这偃月宗还蛮上心的，这么大阵仗迎接，多半是此次联姻的幕后之人来了。师姐，你看啊！不必如此大费周章，一切从简便好。是。宗主，九国盟副盟主亲自登门，我偃月宗又岂能失了礼数？宗主有礼了。贵宗100年来励精图治，这玲珑山如今也是别有一番气韵呐。哼，吴宗主谬赞了。此北凉国地处偏僻，与贵宗治下的桑渊国不可同日而语。这日后还望贵宗多多提携。吴宗主，请。这幻形诀当真好用，现在就连元婴中期的修士都无法发现破绽。北叶宗似乎是一群苦修，颇为神秘。不过幸好不是那魏无涯亲至，不必直面元婴后期修士了。南宫师祖，弟子把糕点给您送来了。南宫师祖，南宫师祖，难不成？这家有长进啊，卖相越来越好了。
蜂蜜放的太多了，加点桂花更好。师祖恕罪，弟子唤了师祖多次，未见回应，才贸然闯入，不是有意要窥探师祖的。无妨，东西放下，回去修炼吧。是。玉儿，你是要去南宫师祖那儿吗？他近来如何？师姐还真是的，为难这些小弟子做什么？看把人吓的。唉，不过我也没有什么立场吓唬别人就是了。堂堂一个太上长老，连自己屋子都出不去。启禀宗主，特使大人已入北凉国。特使？难道是花一门的人？正好他下的禁制也被我解决的七七八八。困心咒。话说，哪有师姐给自己师妹下什么困心咒的？好，你做初一，就别怪我做15。此事不走，更待何时？唉，我也不能就这样大摇大摆的走出去啊！这玲珑山上下，指不定埋了师姐多少眼线。今天好像是送新糕点的日子，有了。嘿，师姐多半以为靠这护山禁制就能困住我，幸好当年缠着师傅，把这护山大阵的上上下下都琢磨明白了。有所忌惮的，也就是这困心咒了。趁师姐忙着，先逃远点，再来慢慢解吧。没想到，这素女轮回诀练到元婴期，还有如此秘术，幻形之术确实能以假乱真了。路上别碰上正主就好。这东西飞得还真是慢。前方有人。袁坤师侄，你怎么来了？眼下可不是你当值的时辰啊！两位师叔，这不咱家那位祖师啊，点名了要吃这个新鲜的芙蓉栗子糕，晚辈就去山下采购了一些，即刻就送来了。玉师姐约莫这时辰也快到了，你先去偏殿候着吧。不要随意走动啊！宗主有令，任何人不能打扰南宫长老。是，去吧去吧。好。辛苦啊！辛苦。这孩子资质不怎么样，倒是挺努力的。此女多半就是那位玉师姐了。见过玉师叔。也不知道这两人关系如何。你怎么才来？还是恭敬一点吧。祖师想吃的糕点十分抢手，小的刚置办完，这就给送来了。那就辛苦你了。东西给我，你回去吧。哎呀，好生麻烦，不如将此人打晕算了。此女多半知道南宫丸所在，不如将其制住，想办法问出来。不过得小心些，控制下力度。我要惊动了旁人，别闹出太大动静了。就这么办。
竟是何人，敢擅闯偃月宗重地？你又是何人？冒充御史之，意欲何为？休要胡搅蛮缠。若是阁下给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，我可要发出示警了。到时引来全宗上下追杀，可别怪我没提醒。哼，示警？眼下怎么看也是阁下的问题更大吧？若真是引得人来，被全宗追杀的还不一定是谁呢。你说是吧？你究竟是谁？久违了，南宫婉。怎么是你？我不是，我没有，你认错人了。哦，是吗？那阁下莫非是南宫和，亦或是南宫蝶当面？你，我说过，若是有朝一日你遇到了危险，我定会来帮你。帮我？你当我是你什么人？要来帮我？那当初你又为何深入魔道腹地，去寻我？你……算了，既然你都来了，倒也不急于这一时了。这也不是说话的地方，随我来吧。这都没来得及收拾，适才走得匆忙，乱了些，凑合坐吧。为何一直看我？我与以前有什么不一样了吗？不曾啊。那就好，还当是功法的原因呢。200多岁的元婴修士，还是个伪灵根。你这修炼速度也太过于匪夷所思了。若不是认识从前的你，换做谁说我都是不信的。妖轮道心之间机缘之后，放眼天南，恐怕也是无出其右。这也没这么夸张吧，都是机缘巧合罢了。是啊，我们200多岁的元婴老祖，还是落云宗的新晋长老，甫一上任，就夺了个貌美如花的年轻弟子做侍妾。是啊，我们200多岁的元婴老祖，还是落云宗的新晋长老，甫一上任，就夺了个貌美如花的年轻弟子做侍妾。起初还以为是某个同名同姓的，打听下来真的是你啊！此事其实另有隐情，你听我说。你一消失就是这么多年，了无音讯，我还以为你已经……
不知道死在什么地方，还在后悔当时为什么不把你带回偃月宗。后来不管如何打听都没有你的下落，才用了100多年去忘掉你这个混蛋，这才得以顺利解硬。现在你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要我听你说。好啊，你说，我听。其实当年一别之后，我便去了一处极其遥远之地。后来也是历尽艰险才能回到天南。之前，并不是我不想来见你，而是……什么？你说过，我们的事绝不能让第三人知晓。况且这些年，我也惹了不少强敌，在还没有自保之力前，贸然出现在你面前，与你与我都……总之，我做不到。不用多说了，你心中所想。从当年你拒绝来偃月宗的时候，我就明白了，你有现在这样的成就，定然是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难和坚持。这一路走来，你真的已经做得很好了。若换了是我，未必能做得到。而且，你还是来到我面前了，以一个元婴修士的身份，不是吗？对了，你刚刚不是要逃吗？这双修大典又是怎么回事啊？难道你真的打算与那人？怎么？若我说没有，你打算不惜得罪偃月宗、华义门，乃至整个九国盟，也要带我走吗？是。先前我并不知道你处境如此艰难，如今我知道了。我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人无视你的意愿，逼你违背自己的意志去做你不喜欢的事。何况，我们现在是有能力拒绝的，不是吗？那个魏离尘是何许人也？他，数年前一次讨伐魔道时认识的。此人虽说有些本领，但是为人倨傲，徒有其表。我从未对他假以辞色，没想到他竟恬不知耻地纠缠上我，并在一连数次被我拒绝之后，以宗门入盟的名义，请出他叔叔魏无涯找上了我师姐。师姐先是以师父的养育之恩、门派之重劝说于我，见我坚决不允，他竟趁我功法轮回虚弱之际，突然出手将我困住，还下了数道禁制。后来的事情，你也都知道了，无非就是昭告天下，大摆筵席，想将事情做实。到时即便是有名无实，他们的目的也算达到了。你这位师姐，竟然用如此手段对付你？是啊，堂堂的元婴修士，竟然要为了门派去和亲。不过，师姐也有她的苦衷。毕竟偃月宗失了旧地，眼下寄人篱下，的确也不能开罪了华义门。哼，又是这套说辞。不过，看来他还是低估了你啊。不错，那些普通的禁制已经被我解决了七七八八，唯有那困心咒有些麻烦。不过，只要我们脱离了师姐的探查距离，再慢慢去除，也就无妨了。适才我正打算偷偷溜出去的，谁知遇上了你，
计划都被打乱了。你说，现在该怎么办呢？200多岁的韩老祖，虽说像适才那样偷偷溜走也是个办法，但若是能设法擒住下咒之人，这困心咒当是可解的吧。既然我们下定决心要走，那便杜绝后患之后再走吧。副盟主此来，可是为了南宫师妹与魏长老之事？南宫长老兰心蕙质，魏长老天资卓绝，以后偃月宗和化一门休戚与共，想必魏盟主也是乐见其成的。自100余年前我宗迁来此地，已数次向贵盟自请正式入盟，却未得应允。此番借着南宫师妹与魏长老结缘之际，偃月宗入盟之事，可否再进一步？惭愧惭愧，并非是九国盟怠慢贵宗，实在是入盟之事需盟内诸宗一致同意，方能得行。这也是九国盟立盟之规。不过宗主宽心，本人此来也是受魏盟主所托。盟主坦言，这次他之所以应下这门婚事，所看重的不仅是贵宗的实力，也有南宫道友的心性作为。南宫师妹的心性作为，正是。南宫道友在这边境地界收容散修，救助凡人，打下好大名声，在旁人眼中许是多此一举，但魏盟主却颇为认同。因此，贵宗提出的入盟一事，他愿全力支持，并说服其他宗派。这次倒真是沾了他的光了。此外，魏离城魏长老将以南宫道友道侣的身份正式加入偃月宗，担任客卿长老一职，相助贵宗。此言当真？千真万确。得此厚遇，本宗必不相负，仅待全宗上下拜谢魏盟主。如此甚好，此间事了，吴某便不久留了。宗主恕罪，吴某有一言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副盟主但说无妨。魏长老有化一门为后援，南宫道友则是贵宗栋梁，威望宿助。二人若是珠联璧合，掌门就不担心大权旁落吗？若他二人真能带领偃月宗走向强盛，莫说是这宗内权柄，便是要令妾身让出尊位，亦无不可。师父，您说我做的对吗？
只能委屈你了，师妹。既然师父将宗门托付给我，我一定要让他强大起来。这种禁制，当年师父只传给了我，没想到头一次用，却是用来对付师姐。湖外有宗门大阵隔绝气息，倒也不怕动静太大了，便在此地布置吧。多年不见，他在阵法之道上着实下了不少功夫，足以登堂入室了。还有这些灵虫，看上去也颇不好惹。加上适才感知到的那股磅礴神识，看来他这元婴修士的身份还真是名副其实啊。主人，你怎么被赶出来了？是不是惹南宫姐姐生气啦？此番要对付的可是货真价实的元婴中期修士，出不得纰漏。这东西你拿去。紫成东，主人放心，银月保证完成任务。看来某人是恢复好了，都有闲心看戏了。谁看你了？我只是思前想后，还是无法理解师姐的做法。从前她与我最是亲近，可自从师父作画，她当上偃月宗宗主，一切就都变了。万事万物的传承兴衰，都自有规律，本就强求不来。纵使他有千万种理由，但将希望寄托于这种事上，也只是扬汤止沸，缘木求鱼罢了。是啊，管他呢。这种不惜卖师妹也要上位的宗门，早就失去应有的模样了。好啦，接下来该怎么做？我已在岛内布下数道阵法，你只需将他引来，再以你那护宗大阵将他困住，我们出其不意的将他制住，让他解咒便是了。不过，你就没想过顺势控制偃月宗吗？如此一来，倒也不用逃走了。那可不行，我从来没有什么争权夺利的心思，只要别逼我嫁给什么莫名其妙的人，或者下什么奇奇怪怪的禁制就好了。既如此，若此番一切顺利，你要不就跟我回落云宗暂避风头吧？这眼看与木兰人开战在即，就算那魏无涯再怎么偏袒自家子侄，也不会轻易得罪天道盟和我们两位元婴修士吧？还是你心眼子多。这是吹的什么风？他竟然主动要见我！师姐，进来吧。关于那件事，我们再好好谈谈。
婉儿，你终于想通了。师姐，你说若是师父他老人家还在，会怎么想呢？婉儿，眼下这大战将起，九国盟急需援手，朕可借此机会与华夷门联盟，扩大势力。我答应过师父，偃月宗势必要实现复兴。所以就要我来付这个代价？婉儿，别耍性子了。你可知，这魏长老对你可是用情至深呢？他为了你，甚至愿意加入偃月宗。好，既然你这么喜欢那个登徒子，自己嫁去啊！婉儿，我知你心中不平，但此事已昭告天下，没得商量。话说，你今日寻我来，就是要说这些话气师姐吗？当然不是啦，我只是在等禁制姬发。好啊，你算计师姐。婉儿，此人是谁？不过是一介散修罢了，不足挂齿。哼，这是我偃月宗门内之事，道友还请莫要插手，免生事端。倒是你婉儿，你真的要逼师姐用这困心咒吗？师姐就莫要危言耸听了。你若真对同门用了这困心咒，纵然我要受制于你，但你又不能杀了我，你就不怕日后传扬出去，遭到门内非议，同道唾弃？道友，还请解开此咒，我们会就此离去，不为难你。南宫婉，这是你选的。真的？他向来很认真。不想伤你，这是你逼我的。行啊，出邪字，就此罢手吧，师姐。休想！
继续攻击，别给他发动困心咒的机会。准备很久了吧？禁制法阵。明光宝镜，此乃师傅的成名宝物，号称无物不地，最是难产。看来青宁镜便是仿着此物所制。去！帮我牵制他一会儿。轮回时光，你真想与师姐拼命不成？师姐不想拼命，就放我走，如何？事到如今，又何必多此一问？会让任何人阻碍偃月宗的复兴，纵使你死也不行。小心！他身上为何魔气如此之盛？快住手！你会被魔气反噬的。不劳你费心，此物的弊端我比你更清楚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此事当真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吗？道友，自你在他身上种下困心咒之时，此事便再无转圜了。魔剑休莫视，在下劝道友还是不要将其视为倚仗的好。倚仗？看来你是铁了心要插手了。先让你死去！快闪开！韩立，你再坚持一会儿，轮回圣光再起需要时间。
血色剑袍，好重的魔气。怎么可能？魔气竟然被驱散了！该我了。还不够吗？再来！师姐，你败了，放弃吧，休想！不好，走不了。看了这么久，总算该我了。省省力气吧，法力都所剩无几啦。主人，主人！婉儿师妹，孙师姐，求你回头吧！若得不到九峰盟和华义门的帮助，颜月宗的复兴便再也没有希望了。你当真要眼睁睁地看着师傅的心愿化为泡影吗？师姐，你低下头看看如今的自己吧，这还是我们师父、师祖，还有宗内的前辈们当年不惜与魔道决裂，也要创立道统的偃月宗吗？明月悬于高天之上，辉清四野，彻照万方，是为高士之友。有子之望，盈亏明慧，怀古照现。这首《偃月赋》还是你当年所作，其中的义气，师姐已然忘了吗？我错了吗？月固有阴晴圆缺，又何必不择手段，取义求全？至于婚约一事，恕难从命。哪怕是那魏无涯亲至，我也还是这般说法。罢了，走吧。从此偃月宗上下与你再无任何瓜葛便是了。偃月宗上下与你再无任何瓜葛便是了。小心！主人，我去周遭警戒一番。万年灵乳，
这是救命的，无需浪费。我已无大碍，缓一下便好。这邪物是师父传给师姐的，本意是让她好胜封印，没想到她不仅用了，还沉浸得如此之深。莫非她性情大变，就是受此物影响？事情走到这个地步，也是她一意孤行所致。若是真放心不下，日后对偃月宗的弟子多加招抚一二便是。困心咒总算解除了。这是一模一样，这倒是稀奇了。我这一指是在苍坤上人的遗迹所得，没想到是个成对之物。这指环、魔剑、苍坤上人，这其中究竟有何联系？苍坤上人，就是那个传说中唯一能从坠魔谷全身而退的老怪物。莫非这指环、魔剑都是他从坠魔谷中带出来的？兴许就是如此了。真不愧是天南第一兄弟，随手带出来一件东西都如此邪门。可此物为何会出现在师姐手上？这些东西过于凶险，看来也只有你那辟邪神雷可以稍作克制。还是你收着吧，但千万小心，可别入魔。师姐，婉儿走了，我们走吧。从小到大，在宗内几百年，如今要被迫离开，还真是有些不习惯。你笑什么？只是突然想到，若是我那两位师兄得知，这宗内又要平白多出一位元婴长老，怕不是做梦都要笑醒了。居然能容得下你这样来路不明又心思深沉的元婴散修，我倒是也想见见落云宗那两位师兄了。不过出发前，我还得先去安顿一些人。你说的是洪福师伯和他收留的那些人吧？我与你一道去。好。哟，这不是秦上师吗？怎么，
风元国的风沙太大，守不住了。休要在此说风凉话！我部抵御那土人数百年，个个都是不畏死的好汉子，可不像某些人。你们两个加起来也快上千岁了，为何总像孩童一般争吵不休？要不出去打一架，休要在此扰人清静。圣女见笑了，我才不会与这老鬼一般见识。秦上师此番赶回，究竟所为何事？圣女有所不知，秦某在风元国境内遇见一位身份不明的元婴初期修士，此人的神通诡异，最关键的是，他操纵着数量惊人的噬金虫。什么？噬金虫？是你亲眼所见？而且通体泛金，十分凝猛，看样子已经豢养了数百年之久。元婴初期修士，若不是那几个老怪物亲制，哪儿来的数百年份噬金虫群呢？莫不是你老眼昏花，看走了眼？亦或是你畏惧对方实力，胡乱编造？怯战了！我部日日夜夜与那驱使噬金虫的屠巫疯子厮杀，我又怎会看错？若不是要将此消息传回，我早就与其拼个你死我活了。拜见众神师。秦上师，此事做得很对，劳烦你了，当记你部一功。谢众神师。枯药上师所言亦有道理，那凶虫生性残暴，非一般人可掌控。若是数百年的虫群，确实有些棘手。不是那几个老怪物，难道这天南也有噬金虫？如此年份的虫群，数量庞大，这等凶物，此前为何不曾显露？天下英雄如过江之鲫，此番战端初期，万万不可小觑了对手。其中关窍，待日后遇上，自会有个分明。到时还要劳烦岳上师亲自出手，灭此大患。谨受法旨。传令各部重点关注那个驱使噬金虫的元婴修士，查明其身份和动向，若有消息，立刻汇报。是。如今风元国已破，这蝎子已然立下。诸位不必再深入敌境，就停在此地休整几日吧。我倒要看看那位魏盟主究竟要如何动作。副盟主，这些时日，前线与木兰人接战7次，暗影宗山门陷落，其宗主仅已身免，木兰人已实质上占领风元国全境。将此令速传前线部云鹤长老。天台谷扼守西南要冲，一旦失守，黄龙山便岌岌可危，让其5日内务必赶到支援。是。
此外，紫金国诸派的援军已至城内驻扎，等候您的示下。丰原国失陷，首当其冲的便是北凉国，可令战线后撤收缩，依靠群山关隘防守。先前交易会囤积了不少物资，抵挡一段时间，应当不成问题。副盟主，有盟内长老询问，魏盟主何时能回归，主持大局？盟主在做只有他自己能做的事，我们做好自己分内之事，便是对他最好的助力了。传令下去，半个时辰后，请诸位宾客来此商议。是。老友，前线虽吃紧，尚可应对，殊不知你所行之事，才是至关重要啊！这里为何死了那么多木兰人？都是凡人。主人，这些人不就是……是此前那个木兰人的商队。何止于此？以往修仙界的战争，很少主动祸及凡人，如此故意残杀，究竟有何意义？究竟是什么人，竟然如此丧心病狂？你们又是谁？说。卑贱的凡人，唯有生还，才有我们有用。你们又是谁？我们。
魂都算到了，好歹毒的禁制。来，这是此前路过的一个村庄废墟发现的，可惜没有其他活着的人了。南宫师叔放心，我会将他好生安置的。南宫师叔没事就好。先前收到前辈传音时，我们都心急如焚，让你们担心了。那群人，我曾经见过，他们是一支木兰商队。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现凡人被屠戮搜魂了，只是起初还是些偏远闭塞的山村，现在城镇军营乃至商队，都已然成了目标。而且不只是天南方面，就连一些边境逐水草而居的木兰人，也遭了毒手。会是木兰人做的吗？他们为何要对自己人下手？难道他们之中也有类似魔道中人？难说，即使是魔道之中最为邪异的鬼灵门，也只是吸取其他修士的法力，并不曾主动猎杀凡人屠戮搜魂。诸位是否想过，这其中或许有其他人在作祟？若是有第三势力，如此行事，不仅可以达到其原始目的，更能动摇天南和木兰人心，势必要两边打出真火来。洪福道友，眼下局势危急，既然南宫道友已然脱困，不如早做打算，收拢人手，向北迁移。我已向程师兄传信，等你们入了天道盟地界，便不会有人寻你们的麻烦了。魏娘，你先护送那些老弱病残出发，我再带些青壮好手去周遭巡视一番，看看还有没有遭此祸事的村落。1月后向北进发。好。宋师兄呢？他可还好？好得很呐。自从上次见过你之后，他就卯足了劲儿，准备继续冲击结丹。这会儿正在闭关治疗救急。不过眼下临近出发，诸事繁荣，恐怕由不得他再如此清闲了。我这边去换他出关，把这小家伙带给他一关。韩道友，你们接下来有何打算？先前我是与同门一道来的甜甜城，本来约定好时常互通联络，但已有数日未能收到吕师兄传信，莫非甜甜城有什么变故？我实在放心不下，应当去帮衬一二。待比肩事了，我便要与南宫道友一同回落云宗了。无论是正魔争斗，还是天南木兰之战，都有凡人散修裹挟其中，无辜受难，殊事不公。我情知救不了所有人，但还是想要试试，做些力所能及之事。所以稳妥起见，我还是与你同去吧。如果此前那些抽魂炼魄的丧心病狂之辈中有元婴修士，那岂不是要陷洪福道友他们于死地？我若是同行，好歹有几分自保之力。放心吧，就以1月为期，之后我就去落云宗寻你，绝不借故拖延，绝不与人硬拼，绝不暴露身份，如何？你已安排得如此明白，我还能有什么意见呢？不过，你要记得适才所说的，休要逞强。对了，韩道友，此前万鹤来信称灵狐老祖已经到了甜天城，想邀你一叙，言辞十分恳切。我料想你会拒绝，但还是将此事告知于你。至于如何应对，还是你自己定夺。看来这甜天城还真有意思啊，有旧院，有新知，还有
美艳侍妾，害得我呀都想去见识一番了。侍妾什么的，并非像旁人所说那般。那位穆姑娘呢，本就是为了逃婚，才不得已背上侍妾这名头。当年我在落云宗华山炼气弟子，准备结鹰期间，她对我照拂有加，我这才投桃报李，助她脱离窘境。她本身也是个洒脱性子，资质也还不错，应该很对你脾气。等你到了落云宗，我倒想让她拜你做师傅呢。好个甩手掌柜，你倒是省心了，还未见得人家姑娘是怎么想的呢。这天天城呢，是守卫整个天南南部的屏障，亦是九国盟的指挥调度所在。若此地失守，那天下便无人能独善其身了。李师兄那里，想必是遇到了什么问题，于情于理，我都得去帮衬一番。至于那灵狐道友，且看看他有何话说吧。可你方才得罪了偃月宗和华义门，此去甜天城，当真无碍吗？放心吧，我的本事你又不是没有见识过。现在放眼整个天南，能留住我的人，也超不过2手之数。况且我身后还有落云宗和天道盟在，大战在即，就算是那魏无涯亲至，我谅他也是要……什么？也是要掂量几分的。拿着。这是……此前从一个遗迹中得到的，祭炼之后可与神识相通，遇到危险，一念之间便可自动飞起防身。这件避火佩也是我贴身信物。这些年伏诛的散修中，也有几人现居于甜天城中，平日里开着商铺，私底下也为我打探一些消息。若有需要，可将此物出示，他们便会听命于你。提前说好啊，这只是我借你的，你用完之后可得亲手还给我才行。好，一言为定。这个你也收好，先前旧伤未愈，还是要小心一些。我拿着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走吧。快去，快去！快去，快去！夜色悄然晚，不见灯阑珊。那些往事如梦都已经散。月光冷青山，殊途路漫漫，道不尽这人间爱恨悲欢。
总算等到了吕师兄传信，不过这9国盟的情况比预想的还要糟糕。几场与木兰的遭遇战皆是一触即败，如今不得不靠各关隘的禁制大阵苦苦支撑。看来这座熊城就是最后的屏障了。戒备！前辈可是来参加会盟的，晚辈斗胆，请教前辈尊姓大名。天道盟洛云宗太上长老韩立，眼下本宗师兄吕洛就在城内，便是他唤我来的。啊，原来是天道盟的韩前辈，快快有请，快快有请。如此急切，看来战况当真是十分焦灼了。也罢，先进城与吕师兄会合。公子，您终于回来了。瓶颈突破了，不错，看来这一趟是来对了。多亏了公子此前给的丹药和提点，佩灵自当好生努力，不辜负公子的教导提携。你资质本就不差，只是先前不得其法罢了。此番回宗后，我兴许能帮你寻一位良师，这样一来，再修炼个10-20年，便可以准备结丹了。哦，吕师兄可有提过会盟之事？吕师祖之前一直护着佩灵，在此等待公子归来。数日之前，有个9国盟的请他过去，说是要开什么闭门会议。吕师祖不好推脱，说是去便回，但这一去就是许久。莫不是被什么事情耽搁了？吕师兄平日里极善交际，若是不想趟这趟浑水，总有办法推脱。可如今看来，似乎是有什么隐情了。公子，此外还有一事。请问穆道友在吗？在下白淑君，诚心请道友出来一见。此人是谁？他是天机门一位长老门下的弟子。吕师祖不在这些天，他突然找上门来，说什么一见钟情之类的胡话。我已言明我是公子的侍妾，可他却一直纠缠不休。适才佩灵想说的正是此事。正道盟3大派之一的天极门，先前与他们并无过节，这种明显别有用心的挑衅。哼！你终于肯见我了，木仙。晚辈白淑君拜见韩前辈。你这人好生无礼！如今我家公子回来了，且看如何与你分说。韩前辈有礼了，晚辈乃是天极门鲁卫英长老门下弟子。管你是谁的弟子，说吧，你师父找我何事？前辈果然慧眼如炬，家师却有要事想与前辈见上一面，但此前苦寻前辈不着，这才出此下策。还请
前辈海涵呐。家师他并没有什么恶意。家师他并没有什么恶意。好一个并无恶意，寻我不着，便扰我本日，感情是欺我新晋元婴，考教我实力来了。好啊，那就休怪本人以大欺小了。怎么样，阁下试探够了吗？当真要看你们家徒儿颜面扫地？原来韩道友早就察觉到老朽了，这身世真令人叹为观止啊！佩服，佩服。此事的确是老朽做的不对，在此向韩道友和这位小友赔罪了。阁下若是想考教韩某，倒也不必假借弟子之手，不如你我直接上手，切磋一番如何？韩道友还真是得理不饶人呐！老朽鲁卫英天居天极门长老之职，此来呢确实是有求于韩道友，只是此时不方便细说。还请韩道友于会盟结束之后一步至此，届时老朽定会将此事说个明白。说不定于道友而言，还是一桩机缘。这里面只有一个地址。不送。天极门倒是听程师兄提过一二，可我与正道素无瓜葛，为何会被此人找上？还如此隐秘谨慎，难不成当真是有求于我？多谢公子为佩灵出手，本来还想着该如何是好呢。不碍事，本就是冲着我来的，倒是惊着你了。佩灵心知，外界定会有人将我视为公子软肋，此等事以后也未必不会再发生。佩灵定当引以为戒，日夜勤勉修炼，早日得到些自保之力，日后定不再拖累公子了。无妨，知道你心智坚定，修炼之道最忌讳操之过急。你这段时间已足够努力，不必担心成为我的拖累，自由的去做你想做的事吧。这也是我答应过你的。是，公子。对了，吕师兄去了何处啊？啊，似乎是甜甜城的议事大殿。好，现在外面乱，你且就在此闭关修炼吧。等我和师兄回来，我们一道回宗。是，公子。敢问前辈是？落云宗韩立，来寻我师兄吕洛，还请查验。没问题了，韩前辈。
里面请。敢问眼下城中主事的是贵盟的哪位高人？眼下魏盟主不在，城中主事的正是我贝叶宗的吴鹏师祖。还好，魏无涯不在。吴鹏似乎是当日去偃月宗那人。哟，韩师弟，李师兄，这里。灵狐，他也在这儿，装作没认出来吗？还是干脆无颜见人呢？哎呀，韩师弟呀，可算把你盼回来了。来，坐。韩道友，蓝道友安好。哎，韩师弟，坐。这九宫盟怕走漏了军情消息，这里都不让向外传音了。你不在的这段时日，为兄可是一直担心你呢。韩道友来的可不是时候啊！就在前不久，这4家才定下盟约，共同抵抗木兰人入侵。眼下城中的各派元婴修士，早晚都得出阵支援。多谢蓝道友提醒。木兰战事一起，天南各大势力必然都被影响。且先听听这九国盟有何谋划吧。此人也来了。也是，他乃是天极门长老，也算是正道高人了。这不是灵狐道友吗？真是难得一见呐！你不是应该躲在弟子身后，修你那个什么太上忘情吗？魔道贼子休要欺人太甚，抢了别人地盘不说，在这大庭广众之下，还要用道心附魔这种伎俩，当在座的同道都看不见吗？劳烦古道友挂心，老夫一切安好。九国盟与我黄风谷有恩，老夫义不容辞。不过大敌当前，道友可要小心为上，千万别死在那个木兰蛮子手里。看这些人之间各种新仇旧怨的，也不知道这强行捏合起来的盟约能维持多久。军情紧急，诸位道友不必多礼了。吴宗主，眼下战事进展如何了？天台谷陷落了。木兰的蛮子一人来战！这里守不住了，你们先撤。螳臂当车，不自量力。你们九国盟不是号称和木兰相持数百年吗？天台谷这么重要的据点，怎么这么快就被攻破了？天台谷有我盟内3位元婴驻守，本应可以撑到增援赶到的，可是其中的2人在开战伊始便相继陨落了。木兰方面来了一名根脚不详的黑衣修士，此人一出手，我方2名元婴修士如丢了武一般，弹影当场，任人宰割，很快便被那些木兰法师铺天盖地的灵术淹没了，甚至魂魄都被此人摄取了。
制服元婴修士，摄魂夺魄，简直闻所未闻。此人来历成谜，出手狠辣，令人防不胜防啊！据说还用了吸食战死之人生魂的邪术。可恶！拘魂炼魄，是风元国那些邪修的同伙吗？无副盟主，在下落云宗韩立。关于这些邪异修士，或许有些头绪。原来是落云宗的韩道友，幸会幸会。韩道友有何高见？先前我在风元国境内遇到一些陌生修士，他们屠戮凡人，强行拘魂。无论对天南人还是木兰人，动起手来都毫无顾忌，连自己人都不放过，真是太狠了。不过，韩某更为在意的是，木兰方既有此底牌，为何这么轻易就亮了出来？难道他们有什么必须速胜的理由？是啊，莫非木兰出了什么变故？此事多有蹊跷啊！诸位，实不相瞒，我盟与木兰人相持多年，双方都极力避免决战，以防两败俱伤，平白让旁人余力。如韩道友所言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老夫也以为，此次木兰来势汹汹，不惜举足一战，其中必有内情。我们比往常更需天南各大宗门的协助，势必将木兰人的兵锋阻于这田天城之下，切不可人心不齐，瞻前顾后，令我天南数万年之道统毁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上。若真如这吴鹏所说，战事已经如此紧迫，为何天南三大修士，尤其是这九国盟魏无涯还不现身？他在筹划什么呢？我天道盟地处北境，按说是最不应该趟这趟浑水的。然而，此间韩道友已深入风元国，与木兰蛮子做过一场了，还带回了如此重要的情报。杀木兰蛮子这种事，老夫愿做先锋。再看看你们这些人，正道高人，魔道巨擘，一个个平日里作威作福的，怎么真遇见事儿，一个个都哑了？姓马的笑什么笑？你们派小白潜入我州，盗取明清灵水，还打伤了老程，这笔账咱们要不先来算算吧？息怒，息怒！欺人太甚，又打起来了。还有你们，我道，亏得天煞真君那个老沙才不在，否则老夫定斩了他的狗头！来着，我们怕你不成？不敢，老夫不敢来啊！你们两个一起上，今年手下败将，还敢在此叫嚣？多谢蓝兄今日为我程师兄出头，倒是给那浩然阁的一顿好骂。不过这所谓的会盟啊，还真是前途崎岖啊。不过今日有此局面也不奇怪。往年木兰人来袭，最初的攻势往往是最猛的，然而这战线一旦拉长，他们的后勤补给便无以为继，随之也就不了了之了。所以这正魔两道，还以为这回啊，又与往年一样，让他们调动自己全部的力量去对抗木兰，自然是无人回应的。不过这次可不太一样，要让他们失算喽。可谈天下事，无非门户私计。好在最后啊，九国盟也是许下临财灵宝众筹，
这才让那些人勉强应下此事。啊，还有，韩师弟要找的庚金，也可以借机搜寻一二，这样也不算白忙活一场嘛。啊，回吧，韩师弟。怎么，师弟这是有事啊？看来是有位故人想要见我，韩某便先失陪了。师弟有事便先去忙啊。若是有需要师兄出面的，尽管传信。哎呀，吕兄，别担心了，这韩师弟啊，就是去见见故旧，了却因果。他要是想回黄风谷啊，早就回去了，何必等到今日呢？哎呀，走，一切随缘吧。师弟若真是要走，我和程师兄还能绑了他不成？走吧，走吧。你是怎么知道他去干什么的？我知道的，拖着。恭迎韩前辈。韩前辈，师祖正在内里恭候。韩道友当真是后生可畏，倒是叫老夫无言以对了。老祖言重了，时过境迁，韩某并不想追究当日之事。今日老祖要再下来，可不是为了品茶叙旧的吧？有什么话，不妨直说。韩道友倒是爽利，那老夫就不兜圈子了。道友可曾想过，这落云宗还有2位太上长老，久而久之，不免受制于人呐，哪有自己独掌大权来的痛快？若道友肯回来，这整个黄风谷都是你的。在下潜心修炼，对执掌宗门之事并无兴趣。所幸眼下宗内有2位师兄坐镇，韩立自是甘之如饴。实不相瞒，老夫寿元将近，最多再有20年就要作画了。若无元婴修士坐镇，这黄风谷也就名存实亡了。老夫死去，自是万般皆空，只是这些弟子，未免也太可怜了呀。天行有常，这宗门本就是后天之构筑，又岂有长生不灭之道理？老祖适才所言，担心门内弟子的死活。莫非老祖忘了，韩立当年可也是黄风谷的弟子啊！而且，一旦接手这黄风谷，6派与魔道之间的恩怨，还有与9国盟之间的种种琐事，
便都会接踵而至。这位置恐怕没那么好做吧？老祖尚且解决不了的问题，韩某又何德何能？索性就不给老祖添乱了。且慢，道友且慢。此乃老夫早年所得的古宝，跟随老夫数百年了，专克火属灵气，玄妙至极。此瓶中乃老夫孤身潜入木兰草原中，猎杀了一只7级铁翅雕得到的妖兽内丹。此玉符乃老夫在一场九死一生的探险中所得，老夫钻研数百年，方能驱使这幻化鬼手，使其所抓之物生机尽失。老夫有这3件重宝，只求韩道友在黄风谷危难时出手相助3次，可以吗？若道友因了当年之事，心存芥蒂，那老夫不妨就直说了。昔日的七派何等风光，灵兽山天阙堡投了魔道，如今道统早已被人蚕食殆尽，清虚门最是刚烈，可那又如何？最后却换来满门死绝。化刀坞、巨剑门也只是苟延残喘，门人寥寥。唯有我黄风谷偃月宗远走他国，方能求得个全虚全影。当年之事，老夫作为师父，确实有愧于化缘和洪福，但作为这黄风谷的唯一元婴修士，老夫无愧于心。以道友之心性，若在老夫的位子上，多半也会这么选的。啊！这条件不算过分，在能力范围内，在下可以答应出手相助。这3面阵盘乃是在下亲手炼制，若日后黄风谷有难，激发此物便可传信于我，我自会出手。道友为何会心专一？老祖有一弟子，最好将念头通达挂在嘴边，只是这世间万事，又怎能尽如人意？所求的，无非是自己的心安罢了。此事已了，老祖保重吧。韩某告辞。主人，你说的那个经常喜欢说念头通达的是谁啊？不过是个爱贪小便宜，喜欢与人打赌，
还有些执念难消，活得不够通透的老家伙罢了。师父，你的黄风谷，我会帮你包下来的。怎么样？这下念头通达了吧？主人，等等我！就是这儿了。这鲁卫英，行事倒是严密。韩道友果是信任呐，不枉老夫一番布置。在田天成眼皮子底下设立如此强大的空间禁制，道友究竟藏了什么呀？卢兄，本侯没说错吧？我这位韩兄弟可不能以普通的元婴初期修士夺之啊！果然是他。没想到还能在这里见到道友，当真是意外之喜。莫说韩兄弟，连本侯都未曾想到，竟然能活到现在。当日那般境况，南陇兄竟能脱身，韩立佩服。不过南陇兄不回洞府好生养伤，为何急着见在下？韩兄弟恐怕还不知道吧？你我二人，如今可都上了鬼灵门的必杀名单了。必杀名单？唉，可笑的是那王天谷机关算尽，不惜一切代价要得到的东西，如今却落在你我二人手中。当日本侯拿到的就是这坠魔谷的路线图，而韩道友手中的恐怕就是入谷的另一件必需品。那个黑色指环，两仪环果然在韩兄弟手中，太好了！此物有何特别之处？愿闻其详。哎，二位少歇，还是让老夫来解释吧。传说此环乃是用天外陨铁炼制而成，自分阴阳。平常时候，此宝没有任何神通，但一碰到这坠魔谷中的北极元光，便可发挥奇效。阴环在手，可不惧元光伤身；阳环在手，可操纵元光攻敌。当年苍坤上人就是凭借此宝，才得以从坠魔谷中全身而退。看来韩道友所得的，便是那阴环无疑了。如此说来，从偃月宗宗主手中得到的那枚就是阳环了。这二人尚不知晓，阳环也落在了我手中。不过这样也好。二位道友，意欲何为？自然是和韩兄弟联手，一起去那坠魔谷一探此前啊，二位前往苍坤遗迹之时，小老儿便想同去的，只是恰逢门内有事，分身乏术，这才爽约未至。这坠魔谷可是号称天南第一兄弟，二位又为何执意以身犯险？韩兄弟可知这元婴后期之上是何光景？那传说中的化神期境界，可是许久无人见识过了。莫非
这坠魔谷中还有化神之秘。不瞒韩兄弟，这苍坤上人正是本侯的先祖。你可知当时他为何命悬一线时仍然冒死进入那坠魔谷？不错，便是为了这化神之秘。谷中诸多秘辛，我与鲁道友已研究多年。虽说是火中取栗，但本侯亦当仁不让。可是二位为何不借宗门之力去行此事呢？这众人之力总会比三人单打独斗的强。其一，两仪环只能庇护三人；其二，韩道友应该清楚，自上次事情之后，本侯不会再轻易相信任何宗门或势力。若不是韩道友那日并未落井下石，反而助了本侯一臂之力，本侯这次也不会找你合作的。韩道友，我二人可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的。你意下如何呀？敢问两位道友，打算何时去这坠魔谷？坠魔谷空间裂缝变化无常，但每隔50年就有一段稳定期，距下一个稳定期还有3、4年。那倒也不急在一时，等临近出发前，在下给两位答复便是。两位宽心，到时即使韩某不去，也可以将两仪环借给二位，不让你们难做。踏入元婴后，更觉平静之故。若仅凭闭关修炼便能突破，又有谁会以身犯险，求那一丝缥缈机缘？还要对付什么火禅兽？吴副盟主，我正道盟虽答应全力出手，但前提是你九国盟也要派出相应人手才行。此前不是商量好由新入贵盟的偃月宗主同往吗？怎么又临时变卦了？姓马的，想韩师弟，偃月宗主志性高洁，嫌弃你这个伪君子。贼马道友、古道友，怎的又争僵起来了？这偃月宗之事，不会已经传开了吧？不过当日并未透露姓名，应该不至于。这西线黄龙山不仅要固守，还要接应天台谷。此事事发突然，偃月宗的那位道友旧疾突发，需要闭关治疗，还望马道友、古道友暂并成见，不另出手。也罢，就卖吴副盟主个面子，老夫走一遭吧。古某也是自无不可呀，只是天道盟方面也要出个人吧？啊？吕洛道友，可否请你前去黄龙山一趟，助我盟一臂之力呀？副盟主，城外有木兰使者求见。木兰人？哼，不知道，他寻死的。让他来。是。主人，这木兰人此时来甜甜城意欲何为啊？刺探虚实，虚张声势，亦或是扰乱军心，且听他如何说吧。
吾乃木兰三大神师之一，碧神师特使。今日来此，是要与诸位谈笔买卖。买卖？哼，如今我方在前线，所向披靡，连破你们数座关隘。想来过不了多久，这天天城就是我族的新都城了。竟敢在此大放厥词，当真不怕死吗？碧神师最是慈悲，他不愿见生灵涂炭，所以请我前来与诸位相商量。只要你们割让9国盟6国土地与我木兰，碧神师便出面调停，说服另外2大神师就此罢战，从此共享太平，岂不美哉？久闻木兰3大部之中，金阳部地广人多，与突兀鏖战数百年，实力居首；拜火部实力次之，奉圣火为尊，民风彪悍。而你天风部，则以善利重伤而闻名，最是长袖善舞。今日一见，确实有些意思。不过碧神师的如意算盘，他打错了地方。割地通商，我们天南之疆土不可尺寸于人。无妨无妨。神师有言，此买卖同样适用于正道、魔道、天道盟。凡与我木兰相善者，天风部皆愿开通商路，与之交易各种灵石灵兽，还有来自大晋的灵丹妙药。这条件吧，只有一个，就是停止出援9国盟。口说无凭，我们凭什么信你呀？姓古的，你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。这交易听起来，除了9国盟有些吃亏以外，对于我们都是有利而无害呀。你不会天真到以为我们真的要陪9国盟与木兰人拼命吧？你这位便是正道盟浩然阁的马长老吧？久仰大名啊！不过实不相瞒，碧神师已与贵门的金镜先生通过信，马长老不妨一问，便知碧神师的诚意呀。此外，还有鬼灵门的王门主、玉灵宗的东门长老，都与碧神师有旧。这见了面呀，还要互称一声道友呢。与其劳力伤人，不如化干戈为玉帛，汇风合唱，润泽四方。此人巧舌如簧，3言2语便令此联盟的脆弱展露无遗。还请各位三思啊！好贼子，竟然当众行此离间之事，还想活着离开吗？你们天南人素以正统自居，称我们木兰人为蛮夷。如今一言不合便要斩杀来使，究竟谁才是蛮夷？若想杀，那便杀吧。这……无论真假，猜疑的种子一旦种下，4大势力联盟之事便会举步维艰。若是9国盟落败，战火将蔓延整个天南，想必洛云宗也无法独善其身，到时还如何能静心修炼？无副盟主息怒，在下有几句话想问下此人。
这位想必是天道盟的前辈高人。天道盟与木兰山河相隔，并无冲突。如若在此化干戈为玉帛，也是天南的一桩幸事。阁下当真是消息灵通啊！想来，天南众修在你们眼中，应当是毫无秘密可言了吧？既如此，我也直言，贵部有意以商代战，但议和之事，从来不是仅凭割地便能草草了结。天南地界唇齿相依，木兰入寇，九国盟首当其冲。其余三大势力配合防御，这本就是天南多年以来的默契。如今贵部想要以利为引，诱使我们放弃九国盟。且不论唇亡齿寒之变，但说这千百年来盘根错节的勾连，便不是仅凭利益可以断绝的。况且，以各派平素之积怨，说不得还要反戈一击，引木兰兵锋直面正魔两道，犹未可知。这位前辈言重了，我们木兰只要南方6国，至于天南全境，我们无意染指。6国，哼！今日要6国，明日还指不定又要几国呢。马道友所言，正是在座诸派所虑。再问使者，这6国领土，你是代表避神师的天风部，还是整个木兰要的？自然是代表了整个木兰。果真如此吗？据老夫所知，这木兰诸部平素也多有不和呀。以此观之，这天风部获利最多、一家独大的局面，其余诸部怕是不会认同吧？这位使者，你现在还有何话要说？木兰诸部同气连枝，避神师贵为3大神师，言出必践。诸位断不可以小人之心夺之。这位使者，不必再说了，就安心的去吧。哼，一要动手。附身灵术，天南果真是卧虎藏龙，英杰辈出啊！放心，老夫今日不是来开战的，本想和你们好好聊聊，却在这喊打喊杀的，还真是让人不爽哩。既然是神师当面，那多余的也就不用说了。我九国盟上下，纵使玉石俱焚，也要守土御寇。届时生灵涂炭，木兰诸部也是难以幸免。哼！既然选择了是敌非友，那便战场上见吧。这次只是打个招呼，我们后会有期。素来听闻避神师的钱不能随便借，看来他便是以此为媒介，施展附身灵术，真是令人防不胜防啊！唉，诸位道友受累了。好诡异的灵术，偏偏将灵师塑成世俗金钱模样作为媒介，莫非是寓意剑客通神？不过如此看来，所谓木兰诸部
也并非铁板一块。其中最为主战的，恐怕就是常年直面突的那几部吧。而这毕神师率领的天风部，想的更多是如何发这战争财。不过天南这边也是不容乐观。且不说正魔两道争锋日久，九国盟与天道盟也难免裹挟其中。就算大敌当前，稍有不慎，联盟的平衡便有可能被打破。算了，此战牵扯深远，非我一人可左右，还是先想办法找寻庚金再说。一旦掌握了大庚剑阵，就算对上元婴后期，也有自保之力了。乱世之中，还是提升自己实力最为保险。吴副盟主，木兰人此举意在分化天南，这其中的是非利弊，马某还是分得清的。黄龙山之事，我接下了。吴副盟主，在下愿带吕师兄前往黄龙山。韩道友愿意出面，自是求之不得。九国盟欠你一份人情。师兄勿急，韩离自有分寸。既然必须择一战场参战，不如此时便去，也可早日脱身。韩师弟，你可想好了？前线可都是你死我活的战场，木兰人那边攻势激烈，吕某自需有一手过人的盾手，无论何种状况，脱身还是不成问题的。师兄不必担心，我既提出，便有着几分把握。况且两位师兄与那浩然阁还有些过节，行事之间恐有掣肘，换作是在下，反而可以无所顾忌。若是他们不顾同盟道义，韩某也绝不会善罢甘休。你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老吕，你就休要担心了。韩老弟神通不弱，而且还有诸多法宝。况且这次他愿意相助，不也是帮你去了一块心病？正是如此。吕师兄，蓝道友，那东县桑渊国的关隘，还要劳烦你们走一走了。韩师弟，一定要万分小心。不仅是木兰人，这九国盟之内，乃至正魔两道之中，都有人对你颇为在意，说不定想要对你不利。走吧。公子，吕师兄与我都要离开天天城了。那佩灵就留在此地，等公子和师祖回来。如今城中元婴修士多被派往了前线，此地鱼龙混杂，你先闭关修炼吧。待我归来，便带你去寻访名师。公子，一路平安。临行前，吴副盟主特别留信，请求我们驻守黄龙山至月末。韩道友，依你之见，其中莫非有什么更深的含义呀？既然信中并未明言，不如抵达黄龙山后再见机行事。见机行事，韩道友此言正合我意。若这黄龙山真是死地，还要我等为他九国盟赔
赔上性命不成？这才刚拿了旁人的好处，还未竭尽全力，便想着明哲保身了。魔道贼子还真是死性难改呀！哼，只会逞嘴上威风，真到了生死关头，指不定比谁跑得都快。韩道友，与此人相处可要小心，莫要被他当了挡箭牌。哼！二位道友，如今前线情况不明，还是抓紧赶路吧。这两个老家伙唱双簧，试探主人态度呢。正魔两道打了这么多年，总归是有点默契的。相比起来，我倒像个不知底细的外人了。天阴幻化阵。天阴幻化阵。以天地之阴影响五感心神，修为较低者会被侵蚀神识。真是百闻不如一见。美，美呀！化道悟李英宁拜见三位前辈。化道悟是原先虚国7派之一，老夫号然格马之末。这位是落云宗韩长老。我们先行前来此处支援，后面还有7、8位结丹的同道。那这位想必是玉灵宗的前辈了。陆师伯已在此恭候多时，请诸位先随我入山，后续来远的道友也会另有人手在此接应，请。天阙堡、化道悟，还有巨剑门，这几个虚国7派中近乎销声匿迹的宗门，怎么都在此地？没想到这黄龙山内另有乾坤，俨然是一座戒备森严的军事要地。杭州于山腹，也亏得他们想得出来，怪不得九国盟对这黄龙山如此重视。能未雨绸缪，看来这九国盟还是有几分底蕴在的。先前的数次败绩，
说不定也另有隐情。没想到会是你们二位一同前来。这位却是初次见面，一人陆元镇10天，是一介散修。陆兄不识韩道友并不奇怪。韩道友结营成功没几年，据说年龄也不过201岁，还真是前途无量了。不敢当，后学晚辈，还望不要拖了诸位后腿便好。韩道友过谦了，诸位能来，陆某感激不尽。陆兄此前销声匿迹多年。据坊间传，你是在避生死关，不想竟是在此打造这巧夺天工之物。哎呀，此舟真是……好，非常的好。这黄龙山不仅是一座关隘要塞，更是九国盟最为隐秘的炼器工坊。陆某过往数10载，受魏盟主之托经营此地，就是为了整饬防务，以备与木兰人决战之需。至于此舟，其名为天阙舟。天阙，莫非取自虚国天阙宝？话说这天阙宝当年不是投靠魔道了吗？此人怎么一副落魄模样？手底下还都是7派旧人。当年魏盟主料定木兰草原必有一番动荡，便开启了这一计划。未曾想，此番木兰蛮子的攻势如此凶猛。如今虽只有这些人手，但也只能勉力防御了。还望诸位道友助我多守上几日。陆道友，天台谷陷落的战况，想必你也知晓了。敌军可谓是精锐尽出，我们这点人怎么可能守得住啊？此番来袭的，与天台谷之战是同一批人。齐先锋是拜火部上师枯药，元婴初期巅峰修为，擅长灵术大阵，实力确实不俗。如今盟内东、西、中3路防守，依靠沿途10余座大小关隘，拖延木兰大军的行程，着实没有余力再往此处增兵了。不过诸位也无需太过担心，武元鹤道友已从天台谷返回，眼下正在山脚布阵。诸位休整一二，咱们就可以与其会合了。好，那老家伙竟然回来了，他果然命硬得很呐。不过有他在此坐镇，这帮木兰蛮子定然讨不得什么便宜。如此一来，我方便有5名元婴修士参战。敌方虽人多势众，但高阶战力与我们相仿，咱们就依托此地布置，携阵法之力，稳守为上，待到这月末，便可脱离此地了。先前那位能制住同阶元婴修士的神秘人，陆道友可有线索？自此次大战开启以来，我方已有2名元婴同道不幸陨落，都是着了此寮的道。
若遇到他，切勿恋战，小心为上。陆某以散修之身，幸得魏盟主信任，坚守此处。陆某宗门已毁，也没什么其他念想了，唯有此任，还有这些弟子，便拜托诸位道友了。陆道友言重了，老夫自当全力施为，挫挫那帮木兰人的锐气。韩前辈，此处便是为您安排的住所了。英宁小友拜在华道悟门下，莫非出身虚国？前辈还真是见多识广。晚辈入门时，华道悟确实还在虚国地界。韩某年轻时也曾到过虚国，后来听说被魔道占据，想必已经物是人非了吧？当年我花道悟太上长老陨落，几近灭门，多亏了有陆师伯相救，还收拢了清虚门和巨剑门的同道，这才一路南下，来到了九国盟。如今在这黄龙山的，只不过是一些无处可去的人罢了。啊，韩前辈无需介怀，这些都是旧事，如今也无人在意。大战将至，我们将尽全力证明自己有资格在九国盟立足。那就好，你先去忙吧。是。当年的虚国七派，灭的灭，降的降，迁徙的迁徙，如今看来，还真是有些令人唏嘘了。罢了，初到此地，还是先好好整备一番吧。恐怕后面少不了一番大战。主人，这紫罗极火如此霸道，咱们又多了几分倚仗。这一火练起来，颇为费时费力。现在终于能理解那些元婴修士为何一闭关就动辄几百年了。不过要说倚仗，还是希望能打开那尊虚天宝鼎。若真如你所说，有此鼎在手，应该足以横扫天南。主人尽管放心，那通天灵宝的神通之大。前辈，木兰大军先锋已至山外，陆前辈正欲驰援，请您即刻前往集合。这么快？情报不是说至少还有几日才会袭来？知道了。
怎么又是你这老东西？你们天南是没人了吗？果然狗贼！此请天台谷一战，你们人多势众，侥幸得手。今日，老夫绝不让你跨过雷池半步！先撤，我来提阵。你们还回来！